好，我们之前有关注过大陆的第3艘的航母福建舰的这个等于说登场哦，现在大家就在关注第4艘了。第4艘会叫什么样的名字呢？现在已经又开始引发了非常多的讨论哦。那我们看一下，在网络上面大家已经开始在讲说，因为当初第1艘是这个辽宁舰靠近渤海嘛，那第2艘三中舰是靠近黄海，第3艘福建舰是靠近东海。那所以呢，那接下来会是叫什么呢？竟然有人做出图叫四川舰，因为有琼海哦。但是我们也想说，之前其实在福建舰的时候，那时候本来讲说到底会叫福建舰还是叫台湾舰哦，所以那时候其实还有这个台湾舰这个命名选项的讨论。但是我们看到在网络上面啊，这微博上面大家讨论的非常热烈哦，就说应该会是四川省吧，因为这边有一个琼海的湖泊，所以命名为四川舰。那路网上面就讲说，四川配得上，应该要给四川这个发扬川军的精神，值得拥有。但是很多人就开始在猜，应该不会是四川吧？四川又没有领海哦，应该是叫浙江或是广东，或者甚至是广西啊、海南舰哦，都有非常多的讨论。所以到底是要叫什么样的名称，又引发了一波这样话题哦。另外，我们来看一下，在大陆这个东南海这边，现在其实有传出039C 的隐形潜舰传出搭载鹰击18的飞弹现身东海我们来看看相关画面。这个是中国大陆最新的隐形潜舰039C 在东海被渔民给目击解放军随后就公开了航行的照片。那军事评论员就说到了，这个039C 有可能携带了鱼雷射程550公里的鹰击18超音速反舰巡弋飞弹所以是不是也代表说这个东海或是南海这一边现在的确有一点这种兵凶战危的感受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日本法院现在命令冲绳县政府必须得要批准驻日美军的普天间基地迁址的计划还有变更设计的申请案。那玉成丹宁就讲说表明他不会批准，所以难道这个就是中央跟地方现在杠起来嘛？那我们看到现在中央政府预料将会替代县府来批准用强行同意的方式来继续这个普天间基地的相关工程。那美军呢自己呢，在2023年财年的国防授权法当中，要求印太司令部要联合这个部队总部来因应可能与大陆发生的冲突说要成立这个印太作战部。但是呢，这个美方后来还没有考虑说如果这样子成立一个这个印太作战部，可能会对于中国大陆太过挑衅，所以后来拜登政府是反对这样的一个做法。那人民日报现在也警告，在南海这里菲律宾在南海的挑衅行径，他们说极其危险，因为大陆跟菲律宾在南海的主权冲突越演越烈嘛，所以人民日报终生他这一个专栏就发表了评论警告，说菲律宾无视中方的善意跟克制一再的有这样的挑衅的行径，极其的危险，也就是说恐怕不打算再忍下去了。所以呢，大陆的外交部讲说，希望这个菲方能够悬崖勒马，赶紧来处理这个南海问题，而不是当这个马前卒当这个美国的等于说代理人再来我们看看美国在红海这一边，同样也是要组成20个国家的红海护航联盟，说西班牙也在其中结果西班牙立刻跳出来说没有，打脸了美国，他没有想要参与其中，不想被搅和进去那澳洲呢，本来也是说在邀请之列那结果你看西班牙否认，澳洲也拒绝加入澳洲的法长就很聪明，他说我们现在的澳洲的重点应该要留在印太，所以他很巧妙的用印太的方式，我现在要这个专注在印太，所以我不打算去搅和这个红海的事情来作为一个理由，就是不参加了。但是我们看看这个伊朗在支持胡塞组织胡塞武装扩大，那所以对于红海这边商船有一些袭击美国的海军讲说又有2艘船遭到胡塞武装的袭击，在这个非洲之角跟中东之间的重要通道附近现在袭击的船只，这些商船总共有15艘了。所以以军要空袭这个大马士革来击杀伊朗的高级官员。现在伊朗总统莱西讲说以色列会付出代价，所以看起来这边也是一触即发。另外我们看到这个拜登的选情恐怕也受到这些战事的影响，他现在通膨影响加上这个战争的威胁所以现在美国人过耶诞节的氛围也淡了有研究发现，现在很多美国人他们在耶诞节还要上班，就是因为现在通膨让美国的很多人
财务吃紧哦。那现在川普还要跟拜登来做单挑，在年轻族群里面，他明显的领先了拜登6个百分点。他就说：“好，我们接下来就来辩论，天天登场，可以连辩20天哦。”那但是现在看起来，这个拜登接受度好像不是太高，面临到川普的挑战，拜登岌岌可危嘛。这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帅将军怎么看这个第4艘航母？第4艘航母，它从它命名的这个轨迹来看呢，这个辽宁舰，因为那个时候北洋舰队啊在北边嘛，那后来又有南洋舰队嘛，所以后面说从辽宁号、山东号一直到福建嘛，因为福建也有海军的这个学校，我们中华民国海军最早创始的就在福建，他们送到国外去，到英国去受训的。如果按照这个逻辑的话，应该是海南岛舰。有2个理由。第一个，它是中国的这个四大这个海洋的这个区域，未来将来“一带一路”最重要的不是在南海嘛？南海跟一直到印度洋嘛。所以按照它的建军方略的规划，应该是往这边走嘛。如果说你要讲四川可以列入的话，那新疆也可以列入，对不对？没这个道理嘛，对不对？那你至少。江西还有个鄱阳湖，湖南、湖北还有个鄱阳湖，对，所以这个我们按它轨迹来讲，我认为海南舰比较适当，或者你讲台湾舰，你是为了打台湾你的舰，这个我想这个挑衅意味太大了，不会这样子。第二个问题，我觉得这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菲律宾的问题。菲律宾一再的挑衅，现在大陆已经快要到忍无可忍，对不对？你还要扩大，会去影响。中国大陆在中南半岛所建立的南海行动准则，其实美国就是要你去破坏这个行动准则，因为虎视眈眈的还有好几个国家嘞，越南啦、印尼啦、马来西亚都在海上有它伸索权的权利嘛。那就是说，中国大陆如果不把这一头压下去的话，将来南海行动准则哪一天能够签成以后，里面拿给人家的利益是多少？这都是对大国博弈来讲，这是有损它原来的设计的目的。第三一个，印太是美国的想法是什么？因为印太中国的海军跟空军可以 cover 台湾海峡一直到南海，那过了南海就到了印度洋了。过了印度洋的时候，中国大陆的这个海空军的打击力就不能够掩护到这一块，涵盖这一块。那这一块又是中国大陆40%到50%的中东石油必须从这边过来。虽然今天俄罗斯给你一些油，俄罗斯的油里面含硫量很高，就比不上中东的油好，而且量也不足。所以中国大陆、美国为什么要搞印太司令部？虽然它船不够多，但是它的执法或者耽误你油轮的方式很简单，很容易嘛。你像这个伊朗就开了一个例子嘛，对，胡塞组织打2个飞弹，放2个无人机，就造成全世界航运出问题嘛。对，所以战略部署有它的战略着眼，我们要这样看。好，来请教赖老师。航母的命名是很有趣的啊，因为最早的时候是从北边往南走啊，从辽宁号啊，这是第1艘获得的战舰。然后接着我们就看到，本来大家以为，那第2艘应该是不是用河北啊？结果是山东，啊，那就是自制的1艘航母。然后第3艘的时候，就是我们看到的，那也就是这个福建舰，就是这个电磁弹射的，用福建的，那就是已经打破了一直由北往南走的这样的一个规矩了。所以在第4艘，如果说是传说中的核动力的航母的话，那当然很多的地方都希望是用它的省，所以很多四川的这些朋友们，他们就说我们四川天府之国，我们当之无愧啊，他们就希望用四川舰。那刚刚帅将军有谈到说海南，有海南的名字被拿去用了，例如说像075的2栖登陆舰已经把海南拿去用了，像广西也被拿去用了，还有像那个安徽、江西都被用来命名075的这个2栖登陆舰，所以剩下的那就是如果沿海来说的话，像广东、像台湾、像浙江、江苏啊、河北，
可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还不够啊，因为以大陆的这种海洋大国来讲，未来如果大陆的 GDP 超过美国，甚至美国的2倍以上的时候，那10个航母战斗群都不够用，那这个情形下该怎么办？那很有可能就往内陆省的大省里面来去获得。那所以目前来看，四川省他们就这个雄心勃勃啊，希望因为这次是由四川省的共青团他们发布的这个新闻，说他们说我最大啊，哎，对他们想要争取，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们都想争取第一艘，因为第一艘辽宁号，第一艘自制的，第一艘电磁弹射，大家都想第一艘在他们的这个省份里面，这个代表他们对于解放军的建军，他们保持非常高度的热情的支持。好，来请教介老师。这个红海危机现在等于说刚开始，不过有一个比较正面的消息，就是世界最大的船运公司就是丹麦的马士基他昨天宣布他要逐渐恢复红海航线。那他用的理由就是说，这个是联军这个护航有效，所以他准备这个恢复。那可是问这护航有效，不是又两艘船被攻击嘛？那其实这个攻击就是说，马士基有一艘船是被攻击过。那这个就是说，这个可能很多人研判，可能就是说它的载货的送货地点是不是以色列？哎，这艘船。那另外一方就是说，还有他载的物资是不是跟以色列目前在加沙走廊这个从事的军事行为是不是有关？这个东西蛮重要的。另外一方面就是说。还有就是说，这个船本身的国籍还有拥有人也蛮重要的。那所以就是说，看起来这个胡塞组织事实上它攻击的船只是有选择性的，不是无差别攻击，像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加沙走廊那种无差别攻击，它是有选择性。看起来被打的很多是怎么样？以色列犹太船东的船。第二个就是可能这个船，要不然就是说它的目的地是要去运补以色列的，所以它的航向目的是，如果是没有的话，你如果说你能够证明你这条船上都是没有这些成分的话，这些因素的话，可能这个胡塞族他就不会攻击。那我认为就是说，像这个马士基这么大一个船公司世界最大的船公司它可以说我愿意恢复我觉得它应该是直接透过管道。不见得是跟这个胡塞组织，而是透过一些跟胡塞组织友好的国家谈好了，也就是说我的船没问题，你不要攻击，这样他才敢恢复。要不然他只要一艘船被炸坏的话，基本上他这个将来他整个船队的整个那个保险费那会增加的非常的多。他愿意做这样子的一个这样决定我认为其中背后因素是一定是好，越到选举越多这种认知作战的风声嘛。那当然都是好像最近绿营一直在讲说，哇，这个是中国大陆介选他们讲网络上面还传说这个赖清德当过春风专案的县民，调查局就揭发出来这是境外中国大陆来的假讯息介选所以他们就说有这样子的一些画面音档流出，然后呢调查局就立刻讲说这个是有经过变造的影片，发布不实的讯息企图要影响选举还甚至讲说赖清德有3名情妇堪称政界李宗瑞，调查局又跳出来讲说这也是境外势力在散播假讯息但是我们觉得也很好奇就是其实不透过这些亲绿的媒体报道，我们其实平常也没有看到这些消息也没有听说什么政界李宗瑞这些消息但是调查局都会这个抢先发布给这个绿的媒体那我们来对照一下之前我们其实也很需要调查局来辨别真伪，比方说这个郑文灿在澳门开房的影片，调查局可是一拖再拖了1个月然后后来还是国民党的这个议员送私人鉴定那郑文灿开房到底是怎么样呢？后来调查局讲说这可能是一个声位片吧，那后来又交给了警方处理。可是你调查局那么厉害，你还需要警方吗？还需要交给别人吗？你这种我们一般都看不到的讯息你都可以查得到，为什么在遇到了这个辨别郑文灿开房真伪的时候突然怂了呢？那再来我们看一下这个你不尴尬，尴尬就是别人，这讲的是吴钊燮他就是在外交部的 X 上面呢发布了一段影片，说他拿到了好多礼物我们来看看。
it's time to see what Santa gives us. Freedom wine from Australia. Freedom scallops from Hokkaido, Japan. Wow, I love this. Freedom chocolate from Lithuania. Oh, I love this. This is Freedom beer from Taiwan. This is gotta be very good. Oh, it's Freedom fried rice. This is all the great. 对，我们现在政治人物越来越像网红了哈。那所以网络上面网友在那边讲说，真是个小丑啊，不知道外交部长在做什么哦。那他其中有拿出一罐就是澳洲的自由红酒嘛，可是问题是现在澳洲很开心啊，他们已经关税解禁哦，又可以重新卖往中国大陆了。难道民进党这时候又要改口了吗？要变成独裁红酒了吗？所以你真的是不知道这个民进党到底标准在哪里哦。那再来这个岸田呢，其实他有向10个国家来这个求助啊，就说啊，我们的海鲜滞销啊，帮日本哦。12月17号的时候，他在日本东协的晚宴上面呢，他在致辞的时候卖力的推销啊，就因为这个核污水啊排海而造成滞销的这个扇贝水产品哦。结果日本的媒体讲说，岸田文雄话音刚落，现场就响起了笑声，哈哈，大家好像不想买。那连岸田都没办法了，你这拿起来这个自由帆立贝，日本自由帆立贝能够帮忙销售多少呢？那再来正式要做啊，古巴拒绝中华民国的护照入境，结果外交部只讲说洽查中，就是你真的要做的事情没有在做，你一直在做网红在做的拍片的这种事情哦，让大家觉得说现在外交部真的改叫断交部算了。那再来看一下这个台美现在关系真的很好嘛？徐小新他开记者会讲说，我们莱猪谈判哦遭到施压，还开了洗产地的巧门。他这样做啊，他说这个开放莱猪的秘辛哦，指控萧美琴对美谈判对卑躬屈膝哦，在美猪进口这个免标来记是驻美代表处被美猪生产者协会游说的结果。萧美琴作为驻美大使呢，却没有为台湾争取到台美双边经贸协定，此举也大开国内业者洗产地之门呐。外交部立刻跳出来讲说，没有，我们在这个驻外单位交涉过程当中，从来没有牺牲国人权益哦，也没有屈服压力而让步哦，谴责特定候选人以不实的言论伤害驻外团队。但是呢，是不是驻外代表处就是把我们台湾民众的食安抛诸脑后哦？因为政府现在讲说，我们石斑鱼哦打进了国际的高消费市场。渔业署啊，这个资料显示出来说，对比2020年我们这个石斑鱼销售的记录，今年1到10月份国际市场大概是1125万美元，这是突破吗？他说我们摆脱了对单一市场的依赖，可是过往我们光一年输往这个中港的金额中国大陆跟香港的金额就1.1亿耶，我们现在才1125万美元呢，所以这价差之大呀，所以我们看到就有人在做这样的梗图就是在讽刺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有1100多万美元了。那人家会说，那请问在大陆进之前销往是多少？然后他说这不是重点，那当然是重点，要诚实然后他就说台湾被禁之前其实是1.1亿美元，差这么多，为什么都是用片面讯息在跟我们对话呢？我们来问一下帅将军怎么看这一个目前现在选举到了又一堆我们看不到的这种好像污蔑赖清德的讯息出来了呢？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政府怎么很喜欢扯谎这个萧美琴难道不知道进口莱猪对台湾的杀伤力吗？这个任何一个普通常识人都知道，食品卫生、食品安全是很重要的事情。那你怎么说你代表处被人家游说了就答应了？这个，那你干的是什么差事呢？还有个吴钊燮，你怎么好意思秀这个澳洲红酒、日本的这个干贝、立陶宛的巧克力？这不是外交部你这几年天天给人家送钱立陶宛拿了我们多少钱？弄个办事处，再换来几颗巧克力，你还好意思拿出来？对不对？澳洲也是一样啊。所以外交部照理讲是捍卫中华民国在国际上我们应有的权益跟我们的声誉嘛。结果你们现在除了断交就拿不出东西来。第二个，那个赖清德春风献敏，我不相信。为什么？赖清德的年龄还不够，在这个大时代里面他还没有资格当县民。那是施明德他们早期被警备总部关押的时候有这些县民。所以这个中国大陆如果要制造这个假讯息来影响选举的话，未免太拙劣了。
那可能就自己抛出来一个，然后再证明中国大陆在借选嘛。我们都没有看过这种信息嘛，对不对？对这种信息也没有什么杀伤力嘛。我相信赖清德也不会有3个情妇啊。我在立法院跟他共事好几年了，这个有情妇没情妇的人的行径是不太一样的，很忙的。所以这些事情啊，该调查的，你像郑文灿那个你不查，调查局有最科技的仪器，警察局哪有啊？这不是叫警察局去背锅吗？过了几个月，警察局说我们因为测试的仪器不够，所以不知道真假。所以这些东西啊，一个政府处处拿这个假信息、假消息，跟这个自己失职，像这个美猪的这些事情，就失职这些事情还来掩饰，还来做反操作，你把我们都当白痴吗？我们看得懂吗？对不对？以前断交以后，你问问这边外交部的，搞不好部长都下台呀，对不对？我们断了多少？他自己会辞职，对，自己就要辞职嘛。辞职我们这部长真是坚持白人呐，是断了这么多国家，还坐在那里，一点都不知道惭愧啊！空前绝后。对啊，你学日本人吧，该切腹了。所以难怪礼义廉耻要拿掉，有道理。不拿掉不行。对，那实在是没办法，不好做事，不好做事。拿掉之后舆论压力就小一点了。对。好，我们来问一下季老师。我讲一下那个就是古巴这个事情啊，古巴拿中华民国护照进去啊，那被当场遣返嘛啊，那这个过去是没有发生过的。过去其实我们台湾观光客去古巴老早就打通了，很多我的朋友都去过，很喜欢去古巴，因为它那个是很特殊的一个社会。那为什么发生这件事情？我认为直接连接又跟吴钊燮有关。他在民国110年1月的时候，他推出一版新版的护照。他这个护照叫什么？他说要提升台湾辨识度的一本护照。可是很有趣的，他提升台湾辨识度，可是中华民国不见了，护照上没有中华民国，有一些小字。我把它找出来了，你们看这2本护照有什么差别？这2本护照有什么差别？一边上面这边的你可以看出来，它有 Republic of China， 对，因为人家是看英文的，对，然后台湾在下面。可是吴钊燮这本新的以后 ，Republic of China 到哪去了？没有了，只剩下台湾 passport。我告诉你 ，Republic 还有，他说我有啊，在哪里？你知道？在这个小圈子里面，在这个圈圈里面有非常小的字，也就是这个国徽中间有一圈有 Republic of China，所以你说这个就是喜欢玩这种小把戏的台独的顽固台独分子的作为。那你过去拿我们这个110年1月以前的护照去，你有 Republic of China，你就没有台独的嫌疑。也就是说他说我一个中国政策啊，那992共识，你Republic of China 有什么好不让你入境的呢？可你这本护照他就是说这个是新规定，对不对？他说这个不但就是说新规定，而且呢你们是这个违反一个中国政策，所以这个护照不是可以随便改的，人家可以接受，可以不接受，对，所以不是说你护照你自己爱怎么填怎么填，你爱怎么弄怎么弄。而这本护照，说实话，这个我觉得是不是已经涉及更改国家名称的问题啊？对，而且什么叫护照要提升台湾辨识度？护照没有国家国民在上面，不明显的以国家国民标注你这是哪一国的护照，那你这个护照还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我认为基本上这就是吴钊燮的杰作。那我很遗憾的是，外交部的职业文官也被他也配合他这样做，这是明明白白的，就是怎么讲，就是一种台独的行径。中华民国在，中华民国还不是神话嘞。你吴钊燮做的是台湾外交部长还是中华民国外交部长？对不对？你去看看你的国家叫什么名字，对不对？中华民国不是神话啊，中华民国你把它拿掉，今天我们的观光客到古巴它就有问题。如果中国大陆再施压的话，你这本护照很多地方都进不去啊。是，所以这个外交是很敏感的，可是交给这个你看吴钊燮完全没有 sense 啊！你堂堂一个国家公务员，你代言为4种产品代言，你怎么可以在这种公器上第一个替澳洲的红酒代言呢？你又替日本的凡利贝代言，
你又跟立陶宛的这些巧克力代言，你又跟台湾的自由啤酒是不是一个厂牌我不知道。可是问题是什么？台啤啊，你这个没有一个公务员的应该有的这个行为举止，完全没有 sense， 而且这成何体统？把自己办公室，这是人民花钱给他的办公室，是让他接待外宾的，他搞成像什么？搞成像他自己家里的什么？自己家里面的是什么？好像自己在那边这个一角在那边直播室，完全搞不清楚自己状况，然后戴那个头上戴那个，他以为很可爱。你去看全世界哪一个外长会这样子搞的？对不对？这是自贬身价啊，应该非常独特啊，独特啊，对啊，那就谐星好了嘛，那你也竞选总统嘛，你也就变成一个谐星部长，不能这样做。伦泽斯基不这样起来的吗？伦泽斯基讲，可是伦泽斯基还没有像他这样子啊，带一个这样子啊，这个实在是啊，把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庄严跟我们的怎么样国际形象他以为他这个得意洋洋其实正好被人家看扁了。所以他实在是我觉得是一个外行中的外行。他认为他在颠覆传统，可是他在破坏很多体制，伤害了国家的利益。所以我们台湾现在看到的就是总统候选人在那边猫猫狗狗啊，然后外交部长在那边戴麋鹿头啊，这样子。赖老师，每个人都在装可爱、秀可爱讨年轻人的喜欢，然后认为这样就可以跟年轻人拉近距离，然后骗他的选票，然后让他继续执政。然后再继续把一个国家搞乱、搞坏。有时候想想，我们的年轻人，因为我们的投票年龄现在应该是20岁嘛，还在大学。其实很多大学生严格上来讲还是靠父母了。那靠父母不用负担家计，由他们来决定谁当总统，有时候未免也太沉重了一点啊。我们看到今天的阿根廷16岁高中生都几乎都是靠父母在养，他们就可以决定一个国家的总统，所以就选出一个自以为是的总统，今天把阿根廷搞得一塌糊涂外交部是对外处理，所以国家的门面尊严都很重要，但是对于我们的国家的旗帜是如此的玩弄，文字游戏玩弄这种小东西。今天被古巴拒绝入境了，那明天如果有越来越多国家呢？中美洲、南美洲、亚洲，如果有越来越多的国家都采用古巴的模式，那这本护照该怎么再走下去？我觉得这个要好好的想一想吴钊燮也要好好的想一想。那另外，他帮澳大利亚推荐红酒，推销红酒，可是澳大利亚的艾班尼斯更看重跟北京的关系，我们看到他想方设法跟北京修补最好的关系，那这个吴钊燮却很感谢澳大利亚修补跟北京的关系，这也很奇怪，帮他卖红酒另外，我们也看到岸田文雄把东盟的10个国家都找去了，10个国家，然后搞了一个叫做特别峰会，就是日本跟东盟10国的特别峰会，在晚宴的时候推出一个北海道的干贝，其实我们很好奇，到底他们敢不敢吃？估计看起来应该不太敢吃，因为大家都怕中毒大量的鱼群死亡，这一点会让人家有点担心。那又在推销立陶宛的巧克力，问题是立陶宛的总统他已经很明白的说，他的外交部长跟他的总理没有跟他报告，所以他根本不知道怎么会跟台湾关系搞那么好，然后去得罪中国大陆。他认为要修补跟大陆的关系，可能要花好多年的时间。他都举挪威的例子，说挪威花了8年才修补完成。那现在立陶宛不知道花多少年，但是问题就在立陶宛已经把台湾人的12亿美元拿走了。然后如果他最后去修补跟中国大陆的关系，那就是证明什么？证明民进党的外交真的是失败到极点了。最后一个，我觉得外交部，你跟我们解释一下，你如果认为没有上权入国的话，为什么含莱克多巴胺的美国猪不能标示？你给我们解释一下。你说没有出卖我们国家人的利益，那你告诉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标志？对，美国都可以标志，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标志？第二个，出产地为什么不能说明来源？
第三个不是当初讲好有吃了这个莱克多巴胺的毒株就能够换得提伐吗？为什么到今天一个提伐的影子都没有？你给我们讲清楚嘛。最后一个我还是要问一下，真的吗？赖清德当过调查局的县民吗？这是真的吗？他是在高中还是在大学的时候当调查局的县民呢？我不知道这个可能要请调查局再给我们解释一下，把档案公布一下，到底他是不是调查局的县民？真的是这样吗？怎么会有这个谣传呢？我很想知道事实是如此。调查局有澄清说那是假讯息。他澄清啊，他有把档案都公布，让我们可以去自由查阅吗？这就要再进一步拭目以待了。他的年龄跟身份都没有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来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退役中将帅化明。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前大使谢文吉。翟轩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国际事务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好，今天是这个第2次总统的政见发表会哦，赖清德跟大家讲到了社会住宅啊，他讲了些什么内容？我们立刻来听一下。我们来推动社会住宅。蔡英文总统承诺，在8年任内要推动20万户的社会住宅，在明年520卸任之前，新建的不管是完成或者是已经完成发包，有12万多户，包租代管将有8万多户。换句话说，20万户的社会住宅不会跳票。清德未来也会以8年为期来规划，新建的住宅有13万多户，包租代管会有17万户，总共会有30万户。好，讲到居住问题哦，你就不提就算了，你结果提了之后讲社会住宅这个数字，大家本来就已经很诟病，说是这个政府东凑西凑来美化的数字。再者，我们看到这个聊天室的时候，网友们关注的也是。你先把你的违建拆除了再说吧，你先不要来跟我们扯那么多。盖房子没办户哦，拆别人房子倒是挺多的，还来跟我们讲什么居住正义或是社会住宅呢？那但是现在民进党感觉上面啊，就是要全党就一人哦。航照图拍起来说，这个赖清德的老家啊，被人家发现说，92年之后才出现的这些老家的建筑嘛，从那个空照图拍出来。结果现在他们有一个最新的解释啦，这卓冠廷讲说，民国73年的图看出来有房子的阴影，而民国70年因为有台风，所以屋顶被吹烂了。所以他的意思是说，70年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拍不出来，因为那个屋顶被吹掉了。所以为什么我们看到很多在发生战争的地方，我们其实空照图拍下去，我们都还是可以看出来，哪怕它已经变成废墟，它屋顶可能也不见，我们还是可以看出来它是个房子啊，是吧？这个没毛病吧？那为什么赖清德的房子屋顶被吹走，房子也会隐形呢？这可不可以跟我们大家说明一下？那再来他就讲说啊，民国94年跟75年的图小了10%，比例尺可以不用还原吗？就在跟边东扯西扯，让大家觉得说你是不是在转移焦点啊？那我们看看陈建仁也出来帮忙讲话他说新北市府发言让当地居民惶恐不安啊。这2天看到很多矿区的居民由于新北市府的一些发言，感到相当的惶恐不安连国土署都在讲说这个新北市府无视这个废矿区自始存在的一个居住事实就用这个图的表面呢套图来判断，所以忽略了其他事实的认定，草率贴上了这个违建的标签此举才是让民众不安的关键所在。所以这样子讲起来的话，以后就是违建的事情大家都不许提。从今天起，台湾全台违建全面合法化吗？是这样子吗？只要讨论到这个是非问题，就要开始用情绪勒索了吗？那真的有没有那么多居民惶恐不安，还是另外一回事？因为很多居民早就已经被你们迫迁走了嘛。那再来我们看一下这个万里老家到底能不能公益信托？赖清德说相信，现在目前找律师进行相关的作业，相信律师的专业一定可以解决这样子的问题。那这个到底现在怎
怎么样呢？到底这个家人他所谓的家人等于亲戚等于儿子吗？反正就死都不愿意认这个儿子吗？就死都不愿意说儿子，一直要装得很遥远，这件事情跟他无关哦。所以我们看到联合报黑白集都看不下去了，他说这个赖皮寮就是在瞎扯眷村改建这个说法哦，最早是从赖清德的竞选总干事潘孟安的口中说出来的。后来呢，绿营的名嘴啊、侧翼啊、明代也都纷纷跟进哦。这个说法就是地沟倒菜兜哦，这个军人的雇主是政府，矿工的雇主却是私人的矿主哦。眷村建在国有地上，矿寮则是私人土地哦。再说，就算把这个眷村矿宅啊一视同仁，但是也不应该包含你赖皮寮啊，你这是后来才建的啊，真的是跟这些什么公寮是没有太大的关系的哦。原因就是你这个赖皮寮是新有违建，根本就不在其日的公寮原址嘛。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于天哦，这个最近。这也是一个版面所在哦，因为他心里面对于赖清德有一点不满嘛，但是他后来还是说啊要成全这个大局，所以他站出来。但他讲说拆这个赖皮寮算是开了绿营的第一枪哦。他说既然是违建，那是违建就干脆拆一拆，这是不是也反映出来这个民进党非常基层的声音哦？那民进党人士私下表示哦，于天呢他是第一个公开说会劝赖清德是违建就拆一拆的人哦，其他人都还不敢讲啊，全党护一人，不知道是不是趁机要报复这个赖清德没有提名他担任民进党不分区的老鼠冤啊？但是其实也是说出了很多绿营基层、民进党基层的一些心底话。那这个赖皮寮现在导致民进党的立委选情告急啊。那这个媒体人单厚之他讲说，赖清德最近有一个状况，就是母鸡快要压死小鸡啦。现在还有人在关心高嘉瑜的选情吗？还有人在关心赖品妤吗？这两个人都已经快要因为这个赖清德这个选情都已经欧卡了呀。这个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帅将军，您怎么看？这赖清德一直在转移焦点，不让大家讨论赖皮寮。我以前还没看过这么显著的例子，扯一个谎后面要加100个谎，越盖是越盖不住了呢。其实这个东西于天讲的话很简单嘛，你一个总统大位跟一栋违建的房子拆了嘛，不就没事了嘛，对不对？你是违法新盖的嘛，对不对？而且你前面讲的什么纪念父母，那又不在同一个地方，那你盖的又不是矿工博物馆，你盖的是一个花园洋房，对不对？所以这个越扯，这个对赖清德来讲，我讲啊，你是什么东西都不舍，所以对父母的不舍嘛，那就应该在原来的那个公寮的地方，盖一个什么纪念馆，那你是不舍现在这个风水宝地吗？那我们不知道。那万一落选了，是不是要怪你们这些叫他拆的人呢？对不对？所以当一个国家领袖，对这个面对轻重选择的时候，要有壮士断腕的精神。像我们军人最懂这个事情了。你这个作战有不利的时候，那你就要采取很断然的措施嘛，或是撤退，或是绕开，或者是跟他拼到底。你一定有一个决心。当总统的人连一栋房子的决心都下不来哦，我真很难想象他任内的8年或者4年里面，两岸的形势这么紧张，你怎么做出一个能够保护2300万同胞的一个决策？因为这个东西，其实总统没有什么大事要干，干的就是大计方针跟路线的问题嘛。你下面都有那么多干部在做嘛。你譬如说我们国防部最需要的什么？你的起战指导是什么？你的中战指导是什么？那今天我是听美国那一套的这个非对称呢，还是我国军自己固有的我就不信战术素养没有高低的。你美国也有，台湾也有啊，对不对？那我们最清楚要打什么仗。所以蔡英文已经是当一个门外汉那么久了，搞得现在军队忙无所从啊。碰到人家的犯台的、清台的、扰台的，疲于奔命啊，不知道拿出一个什么办法。那你就赖清德，你还不如蔡英文呢。那小小一栋房子，我不管你盖得多豪华，毕竟就是一栋房子嘛。那你跟你的大卫来比，他值得吗？今天为了这一栋房子，扯一个谎又扯一个谎，那硬凹，最后我看他们压箱底的法宝就是找律师，律师找法院，法院是被谁控制的，我们也知道嘛。但是我觉得今天还有些人放话，
那么造成矿区居民的不安，那你显然是你来绑架嘛。政府从来也没讲要拆这个矿区的房子嘛，就是说你拆了我赖皮寮，那是不是别的矿区的房子都不保呢？让人家人性化，这是谁造成？是你自己造成的嘛，对不对？新北市也好，以往的政府从来没有拆你的矿区的违建嘛。以前有个大原则，多少年以前，违建不拆嘛，就是排队，那不等哪一年？第二个，私人公司的公寮跟军人的这个建设怎么能等比呢？那应该是私人公司的老板要负责啊。那你当年为什么不向这个矿主申请呢？或者是你赖清德当行政院长、当副总统这么多年，你不是民进党60几席的优势，你修改这个法嘛？对不对？这个都可以解决。你当时不解决，现在好了，造成这么多后遗症，全党护一防，没有意义。所以整个拖垮了现在目前立委的选情哦。我们来问一下谢老师，其实航照图不是私人的所造的，这是内政部，每年都要造的。他造这个航照图就是为了土地产权纠纷使用的，所以这个是有公信力的。很多法院的打官司最后都是怎么样？都是用这个航照图来判定的。对，它的证据力是十足的。然后呢，它是属于社会公器，谁都可以去申请。这个没有人要特别拿出来，你去申请，你可以要一份。那这一份航照图很清楚讲出来了，就是说它基本上是92年才在空地上兴建。对，所以是空地兴建的一栋房子。那个跟公寮那个时候没有公寮啊，那是一个空地啊，哪来的公寮？所以显然不是赖清德口声声说他小时候的记忆那个公寮，就不是在那个地址上面，可能有那个公寮，不是在现在他所谓的他的这个祖居上面。所以这块地事实上他的母亲事实上94年，他92年兴建，94年取得了土地买卖嘛，对不对？然后后来转给这个赖清德作为遗产。那你知道那时候94年的时候，92年的时候，赖清德已经贵为什么立法委员，他已经做到，他前面4年是在前面3年是在做国大代表，后面2年已经开始做他10任的立委任期了，所以他是高高在上的一个大官。然后这个92年他们在这个房子盖的时候呢，那个新台北县县长是谁？苏贞昌正在长期执政，一人独霸台北县。所以呢，这些都发生在他们这些有权有势的人手里当政的时候。那现在航照图一出来，就变成我们最可以证明的就是这一个房子，事实上在它兴建的时候之前，它是一块空地，没有房子。所以赖清德还有什么好狡辩的？然后这些民进党这些小打手在那边什么比例图什么来讲，这都是考验人民的常识，因为他们骗惯了。就这样胡扯八道，所以我看这个谎从赖清德一开始说是自己从小出生的公寮开始，到最后呢是亲人的，最后发觉是儿子的，然后呢又发现搞了2个班的这个宪兵在那边给他看守那个他儿子的空房子，违建空房子，对不对？然后又发现他没有缴税，他也承认没有缴税，因为没有人通知我要缴税。你盖了房子你不去申报，你怎么？然后他说不是违建，可是新北市的地政处已声明他就是违建，他是早期违建，只是不需要立即拆除。那另外他没有缴税，那这些事情扯到最后把矿工全部扯出来是什么意思？对，绑架，把矿工而且讲这件事情他是矿工吗？陈建仁是矿工吗？陈建仁是他们一伙的啊，所以陈建仁说矿工恐慌，你有看矿工出来恐慌吗？没有啊。就这些人在那边干嘛？在那边煽风点火啊！所以呢，一个谎言现在已经讲到100个谎言了，对不对？公寮最后变成豪宅，对不对？然后呢，旁边还有养鱼池、半月池，不得了啊！里面养锦鲤啊，然后这些现在大家怀疑这200多坪到底什么时候出来的？突然变成一个公寮，变成200多坪的一个大豪宅，还不承认，还说怎么样？不了解他们的辛酸。哇塞，住这种房子还有辛酸？小时候谁没有辛酸？小时候我们台湾哪个不辛酸？日本人走的时候把台湾是刮得一干二净啊！日本在台湾发了几次债券，把台湾的物资全部刮走了。所以台湾光复的时候，台湾真的是一穷二白。那个时候我们从民国38年，起码到48年，台湾都是什么？
什么都没有啊，穷得不得了啊，谁没有心酸？对啊，还说别人批评他，把这个抓出来是没有人性，到底是谁没有人性？撒谎人的人有人性吗？好，请教赖老师。国土署为了要捍卫赖清德，帮赖清德说谎，对于违建已经开始模糊了。那我们的自有的住宅在顶楼加盖算不算违建？你国土署以后也不能随便乱说话了。好，因为我们在自己的家的自己的土地上，爱盖怎么房子就可以盖怎么房子吗？不可以的哦。我们都知道，即使你的荒地、你的自有地，你不能够随便爱怎么盖房子就可以怎么盖。那盖房子都要经过批准的，要拿到执照的啊。所以国土署不要为了捍卫你的老板，然后自己连一个基本的法规都不管了。那陈建仁也为了捍卫他的未来的老板啊，然后他可以指责这个新北市政府，你就可以看到这些官官相护，然后大官去压小官，然后一个国家的一个机构可以去模糊违建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另外，这个旧矿区到底可不可以盖房子？坦白讲，如果按照他们的标准来看的话，我倒觉得蔡英文也不要拿人民的纳税钱去盖什么国民住宅，盖什么这个什么公宅都不用。赖清德你也不用讲说你要再盖30万，不要，你就按照国土署的一个观念，就是说你只要把所有的国家的土地或是旧的矿区的土地，台湾所有的缺房子的人年轻人就去找一块地就把房子盖起来了。每一个人都去盖，每个人都去找旧矿区，找国有地只要是不是私人的地，你就去把房子就把它盖起来。你盖起来你就住下来，反正赖清德是什么标准，你就按照什么标准，你就把它摞起来盖起来。然后呢，如果没有空照图，就说台风吹掉了。你就说台风吹掉了，反正就是台风吹掉了嘛。你就把它就这么说，然后全部都按照卓冠廷的标准，大家都来这样玩。那这样的话，这个住宅的问题解决了，台湾的住宅问题彻底解决。我觉得这一些人就为了要捍卫一个赖清德，已经开始到违法乱纪、胡说八道，然后不明是非、不明事理到这个地步。不过我倒蛮佩服赖清德的，很坚持、很坚定、很执着他的信念很执着，这个就很像他对于台独的支持一样，他的理念是很坚持的，只是他会采用策略而已。今天他的房子被质疑了，他就扯亲戚论，扯怀旧论，扯妈妈很可怜，扯矿工很可怜扯矿区的问题，扯东扯西。同样的道理，他今天为了要掩盖他的台独，目前美国反对台独，不支持台独，他又可以东扯西扯，然后扯半天，这个就是他们的一个手法，也就是最终房子不会拆。同样的道理，最终赖清德不会放弃台独，最终一旦赖清德时机一成熟，他就搞台独，两岸之间就打起来。所以台湾的选民一定要看清楚，这些人的本质就是这样。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